这是唯一一部不打码的超大尺度国产悬疑片，赤裸验尸，吊起开颅，道具逼真到头皮发麻。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，凶手15年内连续残害12名花季少女，身穿黑丝一袭红裙的美艳少女，并将其倒挂如杀鸡般放干全身，骇人听闻的杀人手法。然而如此诡异的案件却被警方判定成了自杀，女警不惜以身犯险，此案最终才勉强告破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，一栋破烂不堪的合租屋内，警方接到了一起诡异的报案，少女全身半裸被吊在房中，头部被凿开一个洞，下面放着盛满汤汁的盆子，屋内弥漫着腐烂的臭味。资深的刑警看完都狂吐不止。雪白的床单上放着一件红裙，负责此案的小敏观察死者乌青且狰狞的面色，思索一番，初步判断不是自杀。就当他还在深思其他线索时，背后窜出一个神秘老头。起房干了都这事儿。此人叫老周，是省厅调来的专家协助此案，为人和善，看上去很好相处。诡异的是，老周手中总端着一个方形木盒，上厕所都派人盯着，可就是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啥。经过对死者妹妹的问询得知，她为男友刘洋找姐姐借5万块钱，姐姐生活虽然拮据，但也没有推辞，本约来好去取钱，没想到男友当晚爽约之后便联系不上，姐姐也遭人杀害。好巧不巧，案发当晚监控拍到死者出租屋门口出现4名可疑人员，其中1人正是刘洋。就当警方刚准备开展调查，警局突然闯入一名浑身是血的男人，扬言要自首。来人正是刘洋，他精神恍惚，语无伦次，身上的血经过化验确实属于死者。不过刘洋声称自己并没有杀人。小敏还想追问，他突然情绪激动，晕倒在地，医生诊断他这属于躁郁症，眼看问询无法开展，没想到老周主动请缨，他相信刘洋不是凶手，循循引诱他说出当晚所见。原来刘洋收到死者邀约短信，早对姐姐图谋不轨，寻思占点便宜，便独自前往。看到床上的红裙，内心躁动不禁兴奋起来，不料下一秒瞬间吓尿，紧接着躁郁症发作，不受控制。刘洋看似毫无价值，不过他提供了关键线索，就是死者生前的职业是名高收入人群的风俗女。显然妹妹对此有所隐瞒，两人重返案发现场，没想到看到一名可疑男子，经过一番追逐，两人合力将其擒住。据交代，他是死者邻居，案发当晚他本欲前去寻欢，没曾想目睹死者藏钱，如今得知死者被杀，寻思回来偷钱。结合刚刚死者打工的餐馆老板前来报案，声称店里丢了5万块，不难猜测死者为给妹妹凑钱从店里偷的。如今排除2个嫌疑人后，就只剩在门口和死者一起出现的客人，还有1名就是进入出租屋后就在未出现的黑衣人。小敏认为这是起谋财害命，可老周提出不一样的观点，他发现出租屋后楼还有一暗巷，并且没有监控，显然如今下结论还言之过早。那消失的5万块钱是餐厅刚从银行取出的连号货币，警方很快找到嫌疑人，不过此人和案子毫不相关的老年少女，她声称这笔钱是她老公的工资，而她老公位高权重，正是金融局高局长。小敏秉公执法，又是警察世家，丝毫没将他放在眼里。经过当晚拉死者回来的司机指认，高局长正是死者当晚的客人。起初他还不愿交代，见老周来了，他主动承认与死者有恋爱关系，不过2人最近不和，想要一刀两断。那笔钱是死者主动还给他的，显然就是要拉高局长下马，自己一旦出事，对方难逃其咎。而当时高局长没放在心上，还送了他条限量款的红裙，准备分别之际再次感受温存。当意识过来的高局长，以免死者透露更多他的把柄，便在网上买凶灭口。如今看来黑衣人就是凶手，眼看案件即将道破，老周直接不辞而别。然而经过层层布控，用钱引诱黑衣人前来收取报酬，没想到的是凶手并不是他，他只是个收钱不办事的主。案发当晚更有不在场证明，眼看案件再次陷入焦灼，老周这边正带着盒子乘坐火车离开此地，过安检时与安检人员发生争执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公安局的物证，你可没权利动这个东西。拿来！我这有公安局的文件。推搡中盒子打翻，里面滚出一个头骨，众人都很吃惊。老周被扭送前往警局，这一次他说出自己来此地的最终目的是关于15年前的一起命案。15年前，老周带队在深山里发现具女尸，当时全身高度腐败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，面部残尸殆尽，根本无法锁定受害者身份。除了从一头乌黑的秀发可以断定死者不是男人就是女人，剩下的线索只有一袭红裙。当时老周手上有大案要破，便没往心里去，派了个实习生负责此案。没想到短短1周后，凶手再次作案，一名大学外围女被人全身放干。老周永远忘不了死者父亲悲痛欲绝的样子，自己但凡对此案上点心，
也许就不会再有受害者。趁着局里将2起命案并案调查，老周立马着手调查。据实习生交代，当时第1起案子有1名目击者，可当老周赶往村里，迎面就是给目击者送病的队伍。就在前一天，目击者离奇淹死在鱼塘之中，显然这也是凶手所为。至此，所有线索全无。老周放弃升职机会，带着死者的头颅走遍大半个中国。可悲的是，15年里别提线索，就连受害者身份都没有核实。这起命案成了老周职业生涯无法抹去钉在心上的耻辱柱。然而他来此地的目的，正因此案手法极其雷同。果不其然，在出租屋死者还未找到真凶之际，警方再次接到命案，芦苇荡里2具半裸的女尸，脚部黢黑，显然又被凶手全身放干，红裙子黑丝袜，一模一样的捆绑方式，显然已经是凶手的代名词。对方这次直接杀害2名妙龄少女，明显赤裸裸的挑衅。警方老周委托众人，希望能在他退休前将此案告破。走访死者生前任职的舞厅，从老板口中得知关键线索：2人嫌弃店里生意不好，自己拿手机经营网店，没干2天接到客户电话打车就走，2人便再也没来。如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，至此之后人间蒸发，警方立马出动大部分人手，找到当晚在此路段出现的司机，希望能找到有关线索。没想到的是，一个熟悉的面孔再次出现，正是上起命案拉死者回家的的士司机柯师傅。显然过于巧合，不同其他司机，他不怕耽误赚钱，特别反常，积极配合警方调查。不过借机提出不情之请，眼看外面即将下雨，自家窗户还没关，此时小敏主动帮忙，顺道去探一探他家底细。家远离闹市，倒也是捯饬得很精致，看得出是个很会生活的男人。老婆瘫痪在床一动不动，小敏掀开眼罩，差点送他直接原地飞升，探了探却有呼吸。冰箱里全是药品，可小敏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连夜审讯，纵使自己言语过激，你老婆常年瘫痪在床，那你这么多年生理需求是怎么解决的？可师傅都没露出半点破绽。那都是鸡，是不是？多脏！与此同时，警方再次接到命案，就在昨夜郊区仓库再次发现1具红裙女尸。不过这次凶手很痛快，直接一刀插入颈动脉，拔出凶器喷射而死，死亡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。而在此期间，柯师傅仍在警局，附近没有监控，看来凶手早有预谋。除了行凶手法基本和前2起命案吻合，眼看线索再次全无，小敏决定主动出击，穿上红裙伪装成风俗女，引诱凶手再次行凶。殊不知因此险象环生，差点命丧黄泉。凶手已经干了15年，死在他手上的女人已过2位数，他连瘫痪的老婆也不放过。别怕，不疼不痒的啊！哎呀，睡觉多好啊！常年又安定要将他迷翻，以便听他的话，更多次成为他洗清嫌疑的挡箭牌。纵使老周严密监控，洒水车停下的几秒，等他反应过来，人已经不见踪影。调取监控发现，当时出现在附近的一共5辆出租车，其中4辆都有迹可循，唯独有1辆是套牌车。小敏深陷魔爪，危在旦夕，可如今调查起来极其困难。同事突然收到小敏发来的位置共享，2人立马驱车前去，显然晚到一步。此处赫然有具被反绑的红衣女尸，而套牌车虽然找到，可对方并不是车主，在网上租的出租车兼职，每次将钱放在车里。原车主叫李纯，已经失踪15年。小伙声称对此人毫无印象，就连老周都陷入迷茫。法医却传来消息，尸检发现女尸的脸型和小敏很像，面部又高度腐烂，无法辨识。不过可以确认的是，此人不是小敏，背部没有胎记，发型也是刚剪的，看来是凶手故意为之，就是想打乱警方阵脚，把调查方向全部放在搜寻小敏身上。2人重整旗鼓，决定去原车主李纯的户籍地追查情况。据其父所说，李纯上学时不顾家里反对和男友私奔，这么多年李父当没这个女儿。比对照片，李纯男友正是如今的柯师傅。等2人匆忙赶往他家，只剩柯师傅老婆一人。已然清醒的他声泪俱下，终于摆脱这个变态。他指向一个箱子，打开一看，下面赫然是间地窖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。老周也终于想明白，此地就是柯师傅囚禁受害者的地方。事先将受害人捆绑好，再选择合适的作案地点抛尸，所以案发现场找不到丝毫线索，给他们注射安定药剂，以免别人察觉在此处完成虐待行凶。而之前他用来脱罪的女尸，正因是事前准备好的，将匕首提前插入受害者大动脉，以此延缓死亡时间，误导警方给自己做足够的不在场证明。经过抢救，柯师傅老婆初步恢复意识，他写下线索，从柯师傅的日记本里得知他的杀人动机。10几年前，他与李纯相爱，虽然
两人年纪悬殊，却因经历相同，两人互相依偎。可好景不长，没有物质的爱情如一盘散沙。柯师傅没能力给李纯更好的生活。后来李纯整日混迹灯红酒绿，一步步沦为爱慕虚荣的风俗女，这彻底激发柯师傅内心畸形的爱情观。那是他第一次杀人，红裙是他攒了2个月工资，准备给李纯当婚服穿的。谁不想过个安稳的日子呀？啊！天道好轮回，如今娶的老婆又不能给他传宗接代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发现柯师傅的车路过收费站。到了此地后，这里正是15年前命案的始发地，现场留下小敏的手表。经过一番追逐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柯师傅并没有对小敏下手，最后1秒将她放出车外，自己选择坠崖身亡。这桩横跨15年的命案至此结束，凶残至极的连环杀人犯也在爆炸声中命丧黄泉。而老周的使命已然完成，15年不忘初心的追凶，只为还死者一个公道。